前面已经把我的水上菜园浮台框架建好了，现在准备在上面铺上一层彩钢瓦，最后再放上一层泥土，就可以开始在浮台上种菜了。具体种什么菜暂时还没想好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今天我能帮你做什么呀？这个太重了，我教你把那个塑料桶帮我固定一下吧。那个桶是圆的，怎么？等会我教你嘛。这个塑料桶上面每一个都有这种小孔，然后穿过来多穿几圈，把它固定就行了。会了不？简单。剩下的就交给你了，我去把剩下的材料搬上来。这段路完整的见证了我建竹楼的过程，大概只有他才知道建竹楼有多么的不容易了。我的目标是慢慢把这里打造成自己的世外桃源，这个过程或许是漫长且枯燥的，但等到它建好的那一天，成就感或许也是巨大的。最消耗体力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个路上搬材料了，日复一日的不断重复，好在周围也在慢慢一点点完善了，不然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。山里的天气就是多变，说下雨就下雨了，好在有雨衣不影响干活的进度。剩下的螺丝就必须要召唤我的分身小老弟来一起帮忙了，这样效率就快很多了。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，总算是把菜园浮台建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加土种菜了。今天要开始建竹楼了吗？没有，准备在菜园两边做一圈土泥吧。
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建竹楼啊？快了，后面就一边建竹楼一边种菜园了。太重了，快点帮忙！这么重的东西，你为啥还提2个？我刚提着感觉不重啊。这个很重的。你把后面抬高一点。哎，不用那么高，不用那么高。我计划把竹篱笆建好以后，就可以慢慢的种些瓜果蔬菜了。当然也会种上很多的花，让它不仅仅成为一个菜园，也成为一个花园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打算养几只鸡，养几只鹅在上面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不管是竹楼还是我的小院子，都会越来越完善的。竹片的间隙我留了12公分，感觉这个尺寸刚好合适。太大了显空，太小了又显得挤了。还好有一个帮忙的，不然我一个人光是量两边的尺寸都很麻烦了。竹篱笆做好了以后，我打算种一些爬藤的花草在上面，让它长满整个篱笆，这样就算竹子变黄了，也有绿植在上面，那样会好看很多。我暂时只想到了种牵牛花和月季，不晓得你们有知道什么合适的植物没？来，试看看立起来效果怎么样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噻。像我这样用螺丝固定竹子，时间久了可能会松动的。后期松动的话，再用钢丝加固一下就可以了。暂时就这样固定还是没问题的，只要不是故意去撞它的话，牢固性还是足够的。
本来是计划把这个空出来的地方也钉上竹片了，但是经过观察，就这样留白也挺好看的，所以就没封上了。都固定好了以后，再把竹子碳化一下就可以了。本来碳化以后还要刷上一层木蜡油的，那样会耐用一些。但是买的木蜡油一直没到，后面到了再刷上。这就是我的水上菜园竹篱笆了，各位帮忙看看有哪些不足的地方，后面如果再做的话，我好再改进一下。今天的视频也就是到这里了，后面我就开始种花种蔬菜了。建这个水上菜园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建议，同时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在水上建菜园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。本来我刚开始也是打算就在这附近开垦几块荒地种菜的，但是后来发现那样不行，因为到了晚上就会有野猪在这附近找吃的，如果在这附近种菜的话，估计就是颗粒无收了。为了不让浮台上到处都是淤泥，我准备建一些菜箱，把菜都种在一个个的菜箱里面，这样不仅会美观一些，而且还可以随时变换位置，比较方便。很多朋友可能好奇，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用竹子做，而不用其他材料？因为竹子对我而言是最经济、最实惠的材料，而且获取的方式也比较容易。其他材料要不太贵，要不太重了，对我而言并不合适。而且这个竹片虽然看着不厚，但是它的承重能力是相当可以的。我100多斤站在上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放些泥土种菜的话，肯定也是没啥难度的。这样的菜箱我一共做了16个，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后面还要建一些高低错落的不同尺寸的出来，形状也会做一些调整的，就一个形状的话，看着也太单调了一些，不符合大家的审美了。为了让种菜箱有好的排水性和透气性，我先用之前堤岸上的杂草铺垫在菜箱下面。
马上就弄好了。这些是我让小李给我买的番茄苗，这几个菜箱我打算都用来种番茄，等到它们都长大了，我也就可以实现番茄自由了。这个葡萄是之前朋友送的，我一直把它种在口袋里面，没想到它还活了下来。现在正好可以把它移栽到菜箱里面了。如果一直种在这个袋子里面，估计永远也别想它长出葡萄来了。两边的菜箱我都种满了番茄，还有4颗葡萄。等到葡萄再长大一些，我会给它们搭上一个葡萄架。菜园暂时看起来还是比较空的，后面我会慢慢给它填满的。等到填满的那一天，我也就可以在竹楼上自给自足了。